如果我说眼前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和泥巴稍作加工就有可能卖出上亿元的天价，你会相信吗？那这不是我在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这怎么要讲的和拍的是一门传承了1000年的中国手艺——汝瓷。2017年，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玺以2.94亿港币的价格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记录。23年，在纽约佳士得，又有人以65万港币拍下了2块汝窑残片，就是这2块东西。那我就不禁好奇，同样都是瓷器，那凭什么它就可以这么值钱？究竟是有人刻意炒作，还是它真的有什么高明之处？正好我们的老朋友碧蓝航线在8周年之际，以非遗汝瓷的天青色为灵感，创作出了长风的天青圣域换装。于是我们这一次一拍即合，我们决定前往河南汝州，去到那些传世之作诞生的地方，来和你一起看一看全球的收藏家到底在为什么买单，而现代的汝瓷工匠们又过得怎么样？那我想问朱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别的瓷，就是汝瓷和别的瓷器有什么区别？别的瓷呢，它你的这个南方瓷啊，它是以白的为主，我们这呢以天青为主。它主要它这个胚体这个釉色泥料不一样，它们都是白的，我们是镶灰它的。这是我们在汝州找到的手艺人朱师傅，他家4代人都从事烧瓷的工作。那据他所说，藏家买汝瓷本质上就是在为这个天青的釉色买单。那这个颜色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玄的一个东西。传说它诞生于宋徽宗的一场梦，一场泛着雨过天青颜色的梦。这位被皇帝身份耽误了的艺术家，靠着他的审美，为汝瓷建立了一个不能说严苛，但是很独特的标准：香灰胎釉如玉，无堆饰，无彩绘，仅凭色彩和器型曲线来区分它的优劣。所以，即便汝州盛产高岭土和玛瑙矿这些非常独特的东西，也只是给当时的工匠们更多反复试错的机会。土壤的风化程度、矿层年龄、开采的深度，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变量都会让釉色天差地别，并且每烧一次就要花费掉数吨木柴，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才有机会烧制出这样莹润如玉、能够随着光线渐变的色彩。这是帝王的特权，也是只有宋徽宗才能创造的顶级审美。说白了，就是跟着他的喜好走的。但是像这样的北宋汝窑珍品，存世已经不足100件，并且大多都已经流失于海外。所以，如果今天你走进大英博物馆，你会看到他们静静地摆放在95号馆的核心展区。这些1000年前定格的天青色，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法再回到中国，和每一位中国人见面。那如果说制作天青釉的技艺已经失传，那这时候就会产出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网上随便一搜，几百块钱就能买到的汝瓷，它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它们的釉色又是哪里来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讲起汝州的另外一群工匠，还有他们充满汗水和心血的另一个故事。1957年3月，在周总理一定要恢复汝瓷生产的指示之下，汝州组建起了国营瓷厂，并且建立了研制小组，尝试恢复断代1000年的天青釉色。在当时，优秀的瓷器不只能卖出高价，甚至还能交换到德国和日本的前沿科学技术。包括朱师傅在内，如今许多的汝瓷师傅，在当年都是国营瓷厂的骨干职工。那时候厂里又没有车，都是步行跑到几十里的山里去找这个我们汝瓷这个用的矿石去。那确实这个天青要恢复呀，来之不易，老前辈了费了很大的心血。用上时间太长，从宋代到现在多少年了，对不对？那是你这配方什么都失传了呀。所以说就是靠着老艺人，通过上千次、上万次倒腾这个汝瓷的配方。那时候的科技没有像现在的器窑，那时候都是煤那个笼里边落渣了一个点，落一点渣报废了，非常非常难。老师傅们数十载的努力，使得原本只存在于博物馆的天青色得以走入大众的生活。那像现在，像他们这一辈的老瓷匠，大多已经年事已高，没法再从事非常高强度的生产工作，所以基本都把这门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徒弟还有孩子，只把一些单纯的快乐留给了自己。
这个是个炮弹吗？对，已经主要是已经做常规的满足不了自己了。你敢想象？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在做乳瓷的地方看到乳瓷炮弹，但是朱老师把乳瓷炮弹做出来了。这个就是兴趣爱好做的，对吧？对，其实这个呢，它这个也是放在办公桌呀，或者后边呀，它非常震撼，非常震撼。确实，真的很震。对，这需要像将来这上边还需要开几个字，刻几个字。对，开几个字。你想要是我刻几个影视飓风，可以啊。所以，当朱师傅知道碧蓝航线的原画师正是使用了乳瓷中的天青釉色作为创作灵感之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项新的创作目标，那就是还原换装中的乳瓷道具，把它们从数字文件变成真正摸得着、看得见，甚至听得到的实体。虽然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学会了制作陶器，但是看得出来，2025年的我对此真的不算熟悉。在我手里面完全不听使唤的陶泥，但是到了小朱师傅的手里面，就好像是活过来了一样，生长得十分自然。那怎么拿下来呢？有的一般是掐，有的是割线，这个手掐也可以，就掐下来，底部再修一下，这个碗就出来了，碗形就出来了。女娲造人应该也就这样了吧？小朱师傅告诉我，要做出一个拿得出手的乳瓷，最少需要3年的时间。那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他说的一个噱头，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即便是已经步入现代工业化的当下，做瓷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没有变得简单多少。比如山间偶尔刮起的强风，就会造成烟囱回火，气温下降，而使整窑都变成废品。想要提高成品率，你还得学会掌控火焰的技巧。还原焰和氧化焰是窑炉中最常见的2种火焰燃烧模式。在窑内氧气不足、燃料不完全燃烧时，火焰呈浑浊的橙黄色。那这时候窑内形成还原气氛，一氧化碳会开始抢夺金属氧化物中的氧，使其被还原，呈现出灰青色或者其他的淡色调。那乳瓷的天青釉正是来源于此。而在烧制类似于粉彩还有珐琅这样的瓷器的时候，则会需要借助完全燃烧的氧化焰，让釉面中的金属氧化物保持高价态，所以会呈现出明亮和饱和的色彩，这是它们的区别。瓷厂来说，它就是这个一烧二土三制作，那时候就凭经验、凭两只眼看的呀，看里头那窑楼里头啥气氛的，能达到还原那个气氛不能？我带晚上我看我这眼花是走都花了，是不就是看花了？等火焰暖场结束，一个叫做开片的环节即将开始，而这才是属于乳瓷的盛大演出。计时一到，点火。这并不是我们后期加上的音效，我们在现场听见的就是这个声音，完全没有作假。这真的很奇妙的，它是一个叫做开片的物理现象。瓷器的坯体和釉面在降温的过程之中，由于收缩率的不同，会相互挤压，导致表面产生细碎的裂纹，发出风铃一般清脆的声响。那朱师傅告诉我们，大部分的开片会在开窑后的1到2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逐渐趋向稳定。但这不代表它会停止。有可能在10年、100年或者1000年之后，你依旧会听见它发出像这样的一声声响，只不过那时候听见声音的人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就像汝州的大风吹干了无数遍陶泥，也一点点把照片上的小伙子都吹进了迟暮之年。站住！
那时候那种不像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那人大食堂吃饭一般都是热蒸馍，是吧？一般是小米粥，是吧？你菜都是啥萝卜菜、白菜，也没有什么餐桌，都是一大菜，就那自己找地方吃一下好。有时候几个人围在一起，哎呀，有说有笑的，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下班了，你到我家喝个小酒，那时候又弄4个菜都非常了不起了。如今借助现代科技，已经有团队精确地分析出了汝窑天青釉的元素比例，但是1000年前工匠装进背篓的石头和泥巴，已经不可能再被21世纪的铲子重新铲起。那这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毕竟成为宝物只是稀有的幸运，活在日常才是不变的幸福。那最后，非常感谢碧蓝航线陪伴我们一起探寻汝瓷的前世今生。作为一款长线运营的游戏，在今年迎来了第8个周年，港区里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大家珍贵的幸福体验。那正如同跨越1000年的汝瓷记忆，历经风雨，依旧是中式美学里耀眼的文化瑰宝。那再次感谢碧蓝航线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在5月29日，游戏内将上线长风的非遗汝瓷联动换装，只要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让我们在另外一个次元感受非遗汝瓷的天青圣域、冰文融海的魅力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